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师徒结缘19年，赵丽颖与冯小刚再度合作，两人身份已不可同日而语。相信很多人在清明假期已经看过赵丽颖主演的《向阳花》，这部电影由冯小刚执导，赵丽颖主演，一上映就突破3000万的票房，并且在清明节当天成为日冠，票房高达1.58亿。尽管网上各种负面消息铺天盖地，称赵丽颖的这部电影扑街，演技水平只能说是一般的水平，但票房数还是狠狠地打了这些人的脸，毕竟1.58亿的票房数据摆在那里，光看票房还不算，要知道这部电影耗时仅38天，投资不过1500万。但不同于市面上的烂片，剧情演技并不掺杂水分，甚至连配角黑妹的演技都被人称赞。在拍戏过程中，剧组人员基本是超负荷连轴转。如此高强度下出来的影片，能获得1.58亿的票房数据，演技还依旧稳定发挥，这怎么不算是稳赚不赔呢？《向阳花》这部电影主要描述了服刑人员刑满释放后艰难的生存状态。赵丽颖的高月香为了给女儿买人工耳蜗，不得已走上犯罪之路，成为监狱服刑人员。进入监狱之后，又被监狱老大排挤。这时候的高月香凭借不服输的狠劲，在监狱生活中生存下来。终于熬到刑满释放的日子后，迎来的并不是光明的未来，而是更加黑暗的现实世界。有案底的高月香并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，找工作注定前路坎坷。为了赚够20万给自己的女儿买耳蜗，高月香去杀鱼，带了满身鱼腥味。酒店工作被酒店老板污蔑偷钱，去卖酒推销被逼得以命保命。这一系列故事情节并不单单是电影所谓的场景，而是赤裸裸的现实生活。电影实际上是一面照妖镜，在冯小刚与赵丽颖的合作中，黑暗的现实世界被摆上台面，引人深思。近几年来，赵丽颖的电影基本都是现实主义的题材，比如乔妍的《心事第20条浴火之路》等题材都是现实主义，都将贫苦大众、边缘人物、弱势群体的苦难摆在台面上，赤裸裸地呈现给观众，给观众一次又一次心灵上的冲击。而这次的《向阳花》更是在冯小刚的帮助下，将小人物的悲喜全面呈现。冯小刚历来就习惯将底层的小人物摆在荧幕上，通过小人物展现现实世界，例如手机唐山大地震等都是如此。在与冯小刚的合作下，赵丽颖的《向阳花》才能够迅速成功。在拍戏过程中，冯小刚对赵丽颖的欣赏又上一层楼。冯小刚曾说，在拍戏过程中安排了很多骂狠话的戏，赵丽颖的狠劲表现得淋漓尽致，以至于现场所有工作人员都被他感染，整个片场静悄悄的。那些片段比上映的《向阳花》中的剧情还要精彩，然而碍于社会效果，冯小刚只能将这些精彩片段删除。对于赵丽颖的欣赏，冯小刚早已表现出来，早在2006年两人就已经合作过一次。赵丽颖如今的成功的确离不开冯小刚，因为冯小刚算是赵丽颖的领路人。2006年雅虎搜星节目中，冯小刚担任该节目的导师之一，最终选出的冠军就是赵丽颖。之后赵丽颖还参与演出了冯小刚的贵族片，由此正式进入娱乐圈。然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冯小刚对赵丽颖的欣赏只能说明赵丽颖的确适合演戏，可人火不火、红不红这种事很难说。之后的赵丽颖并没有大火，反而一直以配角的身份活跃在荧幕中。不怕输，对自己够狠，这是赵丽颖一贯的代名词，不仅仅表现在电影中，更表现在她现实生活中。凭借着不服输的劲，跑了多年的龙套后，
曾经不起眼的小龙套完成华丽变身，成为大咖。从金婚到陆贞传奇花千骨，再到知否风吹半夏，赵丽颖完成了华丽蜕变，名气大涨。如今不仅仅演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身份也不同以往。当时与冯小刚相识的时候，还不过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配角，如今都已经是出品人了，成为娱乐圈中的资本。就拿向阳花来说，赵丽颖并不仅仅是主演，还是出品人。出品人是什么意思？简言之，这部电影即便冯小刚执导，也需要赵丽颖的同意，后续工作才能进行下去。谁出钱谁说了算。如今的赵丽颖真的不简单，人生就是如此。当时的冯小刚怎么也想不到，如今的赵丽颖能够与自己比肩，成为大佬之一。可见，人生的可能性多得让人无法想象，关键在于你怎么做，怎么选择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另一个赵丽颖，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凤凰涅槃。